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村冈大树先生所著的《改变自己的方法》这本书。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能掌控并支配自己无意识的人，人生都会顺利；第二，如果不知道这一点，就注定是失败者。那些能改变自己的人，全都把这3个习惯融入了生活。首先是第一部分，能掌控并支配自己无意识的人，人生都会顺利。突然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现在对自己满意吗？很多人对自己目前的状况并不满意，对自己的人生也不满意，都希望能够改变自己。但是即便有改变的念头，真正能做到改变自己的人其实是少数。原因在于，即使对现状不满意，停留在现在的状态，对我们的内心来说反而是舒适的。正因为有这种舒适感，即便想改变，我们也很难真正去改变。然而，如果你依然希望去改变自己，那就必须先明白改变自己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会介绍关于改变自己的真正含义的4个要点。第一个要介绍的要点是，改变自己并不是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而是进化。认为只要抛弃过去的自己，就能变成一个全然不同的人，这是一个巨大的误区。因为现在的我们是由过去不断积累而成的，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也就是说，你想成为的未来的自己，其实是由当下不断积累出来的。因此，想改变自己，首先要抛弃那种必须丢掉过去的自己的思维定式。那么，不丢掉过去的自己，我们又该如何成为全新的自己呢？那就是重新塑造大脑在无意识中做出选择的标准。虽然口头上说在保留自己原有性格的基础上进化很容易，但真正付诸行动却并不简单。这是因为，如果一直停留在自己固有的性格和习惯范围内，成长速度必然缓慢，提升的空间也有限。本质上，人类是一种只会看自己想看的东西的生物，即便内心深处真的想成长，也会在无意识中给自己设定一个上限，并且总是制定一些自己够得着的目标。这就是人类的弱点。然而，那些你现在就能轻松达成的目标，其实都只是停留在你现有能力范围内的目标，即便达成了，也很难让你的水平得到显著提升。因此，关键在于要把目标设定在你现有生活方式的外侧。换句话说，就是要设定那些以现在的自己根本够不到的目标，这样才能迫使自己突破现有的能力范围，向外跃进，从而促成真正的进化。在设定这种现阶段的自己够不到的目标时，有2个重要的概念 ：RAS 和重要函数。我先来简单解释一下 RAS。RAS 是我们大脑中的一种神经回路，全称叫做网状激活系统。我们的人生其实是由我们一路以来做过的无数选择所构成的，比如选择哪所大学，选择去哪家公司工作，选择是否结婚。这些选择的积累，就造就了现在的你。或许你以为这些选择都是你有意识做出来的，但脑科学研究发现，其实其中将近90%的选择都是无意识完成的。而掌控这些无意识选择的，正是刚才提到的神经回路。在人生重大关口，我们可能会经过深思熟虑，用理性去做出决定。这种理性选择时，大脑的大脑皮质会参与活动。但事实上，那些必须由理性来做的重大选择，在一生中所占比例非常少。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大部分选择都是由无意识自动完成的。大家每天早上出门时，是先迈右脚，还是先迈左脚呢？大多数人出门时并不会特别去想，更不会注意自己先迈哪只脚。但实际上，只要你要走出家门，就一定会先用右脚或左脚迈出第一步。这种完全无意识的选择，就是由 RAS 也就是网状激活系统来执行的。可以说，人生就是由无数这种 RAS 所做出的无意识选择积累而成的。正如前面所说，你未来想成为的自己，
是由当下无数的选择积累而来的。因此，如果你想要改变，就必须去改变这些无数的无意识选择。比如，一个每天早上总是先迈右脚出门的人，如果想改变自己，就必须改成先迈左脚。但问题是，无意识的选择是由大脑的 RAS 自动完成的，所以很难用有意识的努力去改变。就算你下定决心这次一定先迈左脚，结果很可能又会下意识的先迈出右脚。那么，怎样才能改变由 RAS 决定的无意识选择呢？这时就要引入一个关键概念——重要函数。用更简单、更日常的语言来说，重要函数就是我们的价值标准。举个例子，你现在手里拿着一部手机，口袋里有一包纸巾，哪一个更重要？你根本不用思考，就会本能地觉得手机更重要。这种能够立刻判断哪个更有价值的潜在机制，就好比一条公式，这条公式就是你的重要函数。而本书的最大目的，就是要改变你的重要函数，也就是改变你的价值标准，从而改变网状激活系统的无意识选择标准，让你每天无意识的行为积累朝着一个全新的方向发展，最终让你进化成比现在更高层次的自己。可能听起来有些复杂，但这是为了让你理解这个机制而必须说明的背景。接下来，第二个改变自己的真正含义是，在自己外部设定目标，并冲出舒适区。那么，我们该如何改变自己的重要函数呢？关键就是在自己的外部设定目标。如果你设定的目标是在自己能力圈内的，那是无法改变重要函数的。作者指出，比如在现在的公司做到部长，只要努力就能实现。这种目标对你的无意识并没有足够的冲击力，无法撼动你的重要函数。要改变人生的重要函数，你必须设定那种自己甚至无法想象达成的宏大目标，甚至大到会颠覆你原有价值观的程度。第三个改变自己的真正含义是，拥有没有根据的自信，从而提升自我效能感。为了设立这种宏大的目标，最重要的前提就是提升让自己冲出舒适区的自我效能感。心理学的意思是相信自己有能力达成目标。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我一定能行的那种感觉。这里需要注意，自我效能感和自我肯定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虽然它们常常被混淆。自我肯定感是一种情绪感受，觉得自己有价值，太高容易变成自我意识过剩，太低则会陷入自我否定。自我效能感是一种信念，相信自己有能力去完成某事，但它也不能过高，否则会过度自信，贸然去追求不相称的目标，结果反而全盘失败。另一方面，如果自我效能感过低，就算是本来通过努力能够实现的事情，你也不敢去尝试。因此，要想突破自我，改变人生的重要函数，就必须保持略高一点的适度的自我效能感。这里的略高一点的适度的是非常关键的要点，因为要去挑战自己从未尝试过的事，就必须要有一种我应该能做到的没有根据的自信。比如前面举过的例子，如果你想在公司做到部长，只需要继续积累在公司过去的工作成果就行，因为你已经在公司取得了一定成绩并获得认可，所以拥有这种有根据的自信是理所当然的。但如果是为了在自己人生的外部设定目标，就必须拥有的不是这种有根据的自信，而是没有根据的自信。一个从来没登过山的人，如果要登上富士山的顶峰，由于没有任何以往的经验积累，就必须依靠一种我一定能登上去的毫无根据的自信来支撑。这种没有根据的自信的来源，正是略高一点的自我效能感，而它是迈向自己外部目标的必要条件。接下来第四个改变自己的真正含义是，在脑海中鲜明地描绘未来想成为的自己。要改变自己，确实需要这种没有根据的自信，但对大多数成年人来说，突然就产生这种自信并不现实。比如你在刚入职的时候，可能怀抱着我要成为业绩第一，最终做到公司高层的雄心，
但现实往往是40岁时升迁停滞，在剩下的职业生涯中混到退休，这样的人生经历会让我们儿时或年轻时那种毫无根据的自信不断被击碎。于是，随着年龄增长，我们越来越难以再拥有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成年人该如何重新获得这种没有根据的自信呢？方法就是更鲜明地描绘未来的自己。有趣的是，我们的大脑有一个特性，当你能以更强的临场感去描绘未来形象时，你的舒适区就会向那个未来移动。这里的更强的临场感，就是更清晰、更生动地想象自己未来的模样。临场感，就是那种仿佛身临其境的感觉。换句话说，你需要自我效能感，而这种自我效能感的背后支撑，就是对未来自己的鲜明、充满临场感的想象。一旦你能做到这种强烈的临场感，就会出现一个奇妙的现象。你的舒适区会从公司职员的自己移动到作为公司社长的自己。按理说，留在公司当职员是人生的安全区，它本该是舒适安逸的，也就是你的原本舒适区。但如果你能把将来成为社长的自己想得清清楚楚，仿佛已经成真，那么留在职员的状态反而不再是舒适区，而会让你觉得停留原地就是没有前进。也就是说，人类有一种特别的能力，可以凭借想象力，把未来的自己变成当前的舒适区。一旦你成功将舒适区转移到未来的自己，接下来，大脑的神经回路就会自动开始重塑。你的大脑会开始把成为社长当成理所当然，甚至是注定会发生的事情。这正是让人产生毫无根据的自信的关键。实际上，当我能成为社长的这种自我效能感提升时，仅仅几周时间，人生的重要函数就会自然发生变化。而随着这个重要函数的变化，我们大脑中的网状激活系统在无意识中做出选择的标准也会随之改变。就这样，当我们的无意识主动去改变我们的行为方式时，人生的方向就会发生剧烈的转变。接下来是第二部分。如果不知道这些，就注定是失败者。所有能改变自己的人都有的3个习惯。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明白了，要想改变自己，并不是去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新的人，而是要在现有自己的人生延长线上进行进化。此外，为了实现进化，必须把目标设定在自己舒适圈的外侧。那么，当这样的目标已经明确设定后，我们究竟应该采取哪些具体行动，才能实现这些目标，让自己得到进化呢？我将为你介绍改变自己，让人生朝更好方向前进的3个步骤。第一步，自己做出决定。要改变人生，首先要决定自己要改变，并且主动选择那条有全新自己的新人生道路。你可能觉得，这不是理所当然吗？但实际上，这一步极其重要。这种我一定要改变的自我决定，是整个进化过程里最重要的一环。你需要明确回答，是要继续维持和过去一样的生活方式，还是要走出这条路，去过一种不同的人生。如果你要决定去改变，那就必须做好充分的觉悟。为什么呢？一旦你决定要改变，就必须重新塑造自己的价值观和无意识。小时候，我们的大脑很有弹性，价值观和无意识很容易改变。但长大后，要去改变那些自己早已习惯的价值观，是非常困难的，需要勇气。也正因为如此，自己下定决心的自我决定才必不可少。如果是别人逼你改变，而你并没有真正的勇气去做，你会很容易半途而废。但如果是你自己决定的，即便过程中遇到挫折，也更有可能坚持到底。所以，在开始走向新人生之前，首先要自己做出选择，是继续走现在的路，还是舍弃现在的生活，踏上新的旅程。这个选择必须由你自己来做。第二步，认清自己是谁。当你已经决定要改变自己时，接下来的一步就是理解当下的自己。很多人在谈改变自己时，总是只关注改变之后的样子，
虽然描绘改变后的自己很重要，但那个改变后的自己，其实仍然是基于你过去积累的人生经验延伸出来的结果。正因为如此，要想实现改变，首先必须准确掌握改变之前的自己。为了认清现在的自己，有3个关键要素：自我欲求，自己真正渴望的东西；自我能力，自己目前具备的技能与实力；自我功能，自己在社会与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与作用。只有正确理解这3方面，你才能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进化路径。第一，所谓自我欲求，是指你潜意识中的欲望，比如有没有一些事情，即使别人阻止你，你也会情不自禁去做，又或者就像呼吸一样自然地做到的事，这些就是你真正想做的事，也就是自我欲求。举个例子，如果你非常喜欢摄影，即使有人告诉你不要拍照，一旦看到好的构图，你还是会忍不住按下快门。像这样，即使被告知不要做，却依然不由自主去做的事情，就是你的自我欲求。第二，自我能力。本书的定义是你个人行动的价值模式。这个概念一开始可能不太好想象，很多人一听自我能力，就会想到诸如50米跑多少秒之类的数值化能力。但本书所说的自我能力，并不是这种用别人的尺度去衡量或评价的能力，而是无法用外部标准去测量的独特能力。当然，比如英语很好的人，在社会上会被认为是有能力的人，这也可以算作一种自我能力。但这里的概念更广，它不仅包括社会普遍认同的重要技能，也包括那些未必被普遍重视，却能发挥独特价值的能力。第三，自我功能，指的是你在社会中被认知的角色。这里的角色并不是职业名称，而是你的能力可以在社会上发挥作用的场景，比如倾听他人的人，点燃别人干劲的人。这种带有功能性的标签，就是自我功能的含义。通过从自我欲求、自我能力、自我功能这3个方面去理解自己，你就能把握当下的自己究竟是怎样的人。换句话说，找到自我欲求乘自我能力乘自我功能3者重叠的部分，并将其放大、进化，就是改变与成长的过程。接下来第3步，设定无法达成的目标。当你在第2步中已经充分了解自己之后，就进入了目标设定的阶段。在设定目标时，有一个关键点，放弃目标必须实现的误解。很多人听到这里会很惊讶，因为在普遍认知中，目标不就是为了实现才设定的吗？我们设定目标，然后为之努力，不是理所当然吗？但本书作者指出，正是因为有了必须达成的这种多余想法，我们才会只把目标设定在自己能够完成的范围内，从而错过了真正能拉伸自己潜能的机会。相反的，如果把目标看作即使无法实现也没关系的东西，那么你就可以把目标推到超出当下自己能力范围的更远处。当然，前提仍然是你要为实现它而努力。但只有当目标的难度高到几乎绝对不可能达成的程度时，我们才会被迫做出真正的改变。不过，正如前面提到的，为了实现改变，我们需要一个能清晰想象未来自己的过程。因此，如果目标过于离谱，以至于你完全无法想象实现后的自己，那也是常见的问题。所以，关键在于把握一个微妙的平衡。目标难到几乎无法达成，却又能清晰地想象达成后自己的样子。举个例子，假设一位退休人士设定的目标是学茶道，这确实容易想象出自己学习茶道的样子，但难度太低，即使实现了，也不足以带来改变自我的冲击力。因此，必须设定难度足够大，能促使自己改变，同时又能想象出实现后自己的模样的理想目标。至于具体设什么目标，每个人都不同，无法一概而论。不过，有一个判断目标是否合适的小提示：在设定目标几天后，观察自己看到和听到的东西是否发生了变化。正如之前解释的，如果设定了合适的目标，你的舒适圈会自动向未来移动，
你会开始对当前的现状感到不满足。这时，大脑的网状激活系统会无意识地选择对未来的自己有利的事物，而不是对现在的自己方便的事物。人类天生会选择自己想看的、想听的东西，所以一旦设定了真正好的目标，你的眼睛和耳朵就会开始捕捉未来的自己想看到、想听到的东西。一旦设定好了正确的目标，接下来就只剩下行动。请务必相信自己的可能性，采取行动，并改变成你想成为的那个人。综上所述，改变自己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基于对自身深刻认知和勇敢设定远大目标的持续进化过程。只有当我们敢于跳出舒适区，怀抱适度的自我效能感，清晰描绘未来的自己，才能真正撬动内在的潜力，实现质的飞跃。希望这本书带给你的启发，能够帮助你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坚定地迈出每一步，遇见那个更加自信、充实和自由的自己。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